是一名密室逃脱狂热爱好者。这天我收到一条匿名的邮箱，表示只要我们去体验新开的诡异密室，就可以得到15万酬劳。就在我们进入这个诡异的密室后，却接连死了3个人，死状惨烈，血流不止。悬疑小说千万，3部学长占一半，紧张又刺激的完结文艺更到底。超长小说等你来看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我们想走，却发现大门紧锁。原来这不是密室。我叫顾青叶，是一名密室逃脱的忠实玩家。那天我收到了一封信，信的内容是家新开业的密室花15万邀请我带朋友去体验。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发小林婉晴，询问她是否想要和我一起接受邀请。一开始林婉晴还很犹豫，担心这是个圈套，但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她还是答应了和我一起前往。可当我们到达邮件上的地址时，发现我们却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。我们扫视了一眼四周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林婉晴拿出手机照了照，在我们的面前有一栋建筑，似乎是个荒废很久没有人的学校。青叶，这里怎么那么吓人啊？你要不联系一下给你发邮件的人，实在不行我们回去吧。没事的，密室讲究的就是一个氛围恐怖，别怕呀。我嘴上虽然安慰着林婉晴，但自己的手心已经在冒汗了，心里想着为了这15万，我拼了，有钱就再也不用上班当社畜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刚要发邮件给邀请我们的人，就在这时，新的邮件来了。顾青叶、林婉晴，欢迎你们来到逃出升天密室。现在你们需要靠近前方的大门，大门的左边有个数字锁，输入142761后，大门就会打开。开门后，你们可以在里面内自由选择房间休息。明早游戏正式开始，逃出升天密室，祝你游戏愉快。我大声朗读着邮件里的内容给自己壮胆，而林婉晴趁着这个时间已经把大门打开了。林婉晴开门的那瞬间，校园里的灯齐刷刷的亮起，我瞟了一眼，里面没有一个人影。我跟在林婉晴后面进入了这恐怖的废弃校园。我前脚刚进门，下一秒大门立刻紧紧的关上了。我们两个愣了几秒，马上跑到数字锁旁边，不断的输入着142761，一次、2次、10次、50次，不管我们输入多少次密码，大门依旧紧紧的关闭着。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却发现里面完全没有信号，出不去了，别试了。林婉晴长吐一口气，此刻我们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往里走去。这里非常大，一眼看不到尽头，只看见很远处依然亮着灯。这里除了我和林婉晴，就再也没有其他人影。折腾了一天，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就算心里有许多疑惑，也只能明天再一探究竟了。于是我们根据路标找到了休息的房间，简单收拾后就准备休息。我躺在房间床上，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思考着今天发生的一切。迷迷糊糊的我睡着了。第二天叫醒我的是广播，请各位玩家到2楼画室集合，请各位玩家到2楼画室集合，请各位玩家到2楼画室集合。听到广播后，我和林婉晴穿起衣服就赶往了画室。画室门口一个人都没有，但是画室的门是虚掩着。我伸出手准备推开门，青叶，要不等其他人来了一起。我点点头，立刻收回了手。也是如果出了什么事也不怕说不清楚。我和林婉晴在门口站了大概5分钟，陆陆续续来了9个人。于是我壮着胆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门。门推开后，一股直冲天灵盖的血腥味袭来。什么鬼味道？我好想吐！天啊，这味道怎么这么恶心？这是血的味道吗？我感觉好像啊。大家在我身后纷纷议论着，走进去看看吧。林婉晴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画室，我也跟在后面走了进去，而剩下的几个人则是颤颤巍巍地跟在我的后面。林婉晴惊恐的叫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，我赶忙跑到她的身边，只见一个人脸朝左趴在地上，他的后脑勺有个拳头那么大伤口，伤口被血浸得发黑，新鲜的血还在咕咕往外冒，血从脖颈处流向地下，在他的身旁一开，溢到了林婉晴的脚前。那人的身旁还有个和手臂一样粗长的锤子，锤子上沾满了血迹。林婉晴看见这个场面已经吓得丢了魂，眼睛死死盯着脚旁的血，身体不断发抖。我想要张嘴安慰他，可自己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一时间画室里十分安静，谁都没有开口。打破宁静的是校园里的广播，各位玩家，由于校区内发生命案，校园暂时处于封闭状态，请勿尝试离开校园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找出真凶，还原案发过程，校门就会打开。另外温馨提示，本栋楼里还发生了其他案件，请尽快调查清楚。我要回家，杀人了，救命啊，让我出去！救命啊，这里有鬼啊，鬼杀人了！嘶吼声和哭声在教室里回荡着，还伴随着一阵阵用头部撞击墙壁的声音。有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，用头在墙壁上撞出了一条条血迹。我要出去！校门！校门！有人一边哭一边喊地跑走了。随后所有人都跟着他一起跑了出去。我拉着林婉晴的手也跟在了他们后面。只见他们冲到了校门口，踩着门栏就往上爬，爬得快的已经爬到最顶端了，只差一步就能逃出升天。可下一秒他似触电般浑身抽搐，头发全部竖起，几秒后他重重地掉在了地上。其余的人看见这个场面，立刻吓得纷纷逃窜，只剩下被电击的那个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你没事吧？林婉晴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来搂住他的头询问他。那人没有回应林婉晴的话，仿佛被吓傻了，满眼惊恐。几秒钟后，他扑在林婉晴的怀里放声大哭。他哭了很久很久，才慢慢平复情绪，恢复了理智。你还好吗？那人点点头，然后开口说话了。死掉的是我男朋友，他叫艾诺。今天早上天一亮他就离开了宿舍，我问他去干什么，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，他还让我跟着他一起去。我害怕所以拒绝了，但我没想到他竟然死了。他一边哭一边掉眼泪。别哭别哭，林婉晴用手拍着
着他的背轻声安慰道。后来他说他叫陶田，和我们一样也是收到信被邀请到这里的。我们三个在一起讨论了一下，一致觉得如果想要离开这里，就必须调查清楚的真相，找到凶手。我努力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我猛地想起刚刚的广播，本栋楼里还发生了其他案件，莫非还有其他人死了？广播刚刚说还有其他案件，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我们没有发现？对，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会不会还有别的命案？林婉晴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我们当即行动，立刻对园区内进行调查。果不其然，在另外一间画室内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人，他趴在地上，卷曲的头发上、脸上、身上全是血，甚至眼镜上也沾满了鲜血。我们分不清楚他的伤口在哪里，也看不清他的脸，只看见了红艳艳的一片。虽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建设，但看见直观场面还是忍不住反胃。我看了看林婉晴，她看着地上的人默不作声，陶田则是拉着她的手臂瑟瑟发抖。你们害怕的话，就先在外面等等吧，我先调查一下情况。青叶，我觉得他没死，我看他的胸腔还有微微起伏，应该还有呼吸。我赶快蹲下身来，把手放到他的鼻子下面，果然还有呼吸，只不过十分微弱。我用手轻轻地摇晃他的胳膊，他丝毫没有反应，看样子已经昏迷了。有没有人啊？这里有人受伤了，有没有人啊？要死人了呀！出人命了！我在教室里大喊，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广播背后的操控者，我们需要帮助。但无论我怎么喊，都没有人回应我。别费劲了，他们不会帮我们的。要帮的话，在第一个死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结束这个游戏了。先把他移到别的地方吧。这血看着实在瘆人。我和林婉晴把人抬到了另外的废弃教室，用桌子拼凑成张临时的床。按理说这时候把人送回房间会更好，可是房间太远了，如果他醒了或者遇到其他危险，我们全然不知。按照现在这个情况，我觉得得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。如果他们都单独行动，凶手还没有找到，那么他们被袭击的可能性更大。我们都在一起，发生什么事情也好有个应对。那他呢？林婉晴指了指躺在桌子上的血人，让他待在这儿吧。我们把门窗锁上。林婉晴点点头，然后转身走向窗户，仔仔细细地锁好每一扇窗户。门旁边的这扇留着吧，这个门只能从里面锁或者用钥匙锁，我们没有钥匙，所以我要从里面反锁后，再从窗户翻出去。好，那我先带着陶田出去。林婉晴说着就带着陶田离开了废弃教室，而我则是将教室里的所有窗帘拉上，反锁好门后从窗户爬了出去。我们在学校里找了大概1个小时，才从各个地方把受了惊吓的人们找齐。大家听我说，先不要害怕，我们现在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在一起，因为这样才不会给凶手可乘之机。目前我们只有找出事情的真相，我们才能出去。听完我说的话，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着什么。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人，好在他没死，所以那个凶手还在继续作案。我们只有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。我同意跟着你走。一个男人最先发声，随后大家纷纷附和。那我们现在先去发现尸体的画室，如果大家胆小就不要去看，站在画室外面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大家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，跟在我的后面。可我们刚走到被反锁的教室，我就发现了异常。为什么我临走时拉好的窗帘被拉开了，并且躺在桌子上的人好像消失了？我发现不对劲，立刻从窗户翻了出去，在教室里找到了一大圈，那人真的凭空消失了，只剩下桌子上他留下的一滩血迹。林婉晴，林婉晴，你快进来！那个人消失了，他消失了。林婉晴听见我的声音，立刻开门进来。开门，门不是锁了吗？林婉晴，你从哪里进来的？门啊，不对，顾青叶，你不是把门锁了吗？怎么突然能从外面开了？林婉晴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，我也在用同样惊恐的表情看着他。那就说明有人从窗户进入房间内，然后把他和艾诺一起运走了。可是不是只有我们2个知道窗户没锁吗？这个学校除了我们难道还有别的人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而且你看，这边的窗帘还少了一片。我用手指了指身边的窗户，窗帘已经不见了，只有一个个窗帘扣散落在地上。顾青叶，快，我们去看看另一间教室的情况。林婉晴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赶快跑出教室。顾青叶，艾诺不见了。林婉晴先我一步到画室，我还在画室门口就听见了林婉晴的话，我愣在了原地，没了，2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？我站在原地，感觉呼吸困难，这一切都太诡异了。我站在门前大口呼吸，试图恢复一些冷静。什么？艾诺不见了？什么？婉晴，你再说一遍。陶田跌跌撞撞地从我的身旁走进画室，看了一眼画室的情况后，整个人瘫软在地，眼泪直流。我愣了好一会，才一步一步慢慢地移向那滩血。我盯着血看了好一会，猛地想起了什么，锤子不见了，锤子呢？林婉晴，你刚刚看见锤子了吗？没有。什么锤子？刚刚在尸体旁边有一把带有血迹的锤子不见了。现在艾诺和昏迷的人以及锤子都莫名其妙消失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们，不然很可能又要出人命。说完，我立刻走出了画室，挨个教室寻找，从1楼到6楼，从教学楼到宿舍，都没有发现他们的痕迹。我又把这些地方重新再找了一遍，最后在画室楼下里一间较为隐秘的仓库里找到了他们。艾诺的尸体被窗帘布裹着，放在了一个小推车上，而昏迷的那个人则是死在了小推车旁。这是他是真的死了，因为他额头上的伤口鲜血直流
流的往外冒，染红了他身旁的锤子。可我怎么感觉有哪里不对劲？我看了好几眼，我总觉得我面前的这个人和昏迷时的人有些不一样，到底是哪里不一样？眼镜，对了，是他的眼镜。为什么他的眼镜那么干净？先前粘在眼睛上的血迹怎么不见了？如果他是在昏迷状态下被打死拉到这里，那凶手为什么要为他清理眼镜上的血迹？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除非他压根没有昏迷，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演。因为他是高度近视，需要用眼镜，所以走路时才会擦拭掉上面的血迹，不然他看不清路。他先是假装昏迷，让我们误以为他已经受伤，在我们把他安置好，离开去寻找其他人的时候，他扯下窗帘，打开教室的门，走到艾诺死掉的画室，用窗帘把艾诺的尸体裹起来，防止伤口的血不断溢出，暴露他们的行踪，最后再利用推车把人运到了这里。可是他也没想到，居然有人偷袭了他。可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运走艾诺？就算是他杀了艾诺，他只要继续假装昏迷，我们也不可能会怀疑到他头上。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他究竟还有什么目的？我思来想去，想了很久，都没有想出答案。顾青叶，你发现了什么吗？我正在思考。后来的林婉晴打断了我的思绪。那个人死了，死了。怎么会死了？林婉晴一脸不可置信地走进仓库，看了一眼地上血淋淋的两个人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抱着头不断揪扯着头发，然后一无落泪。我蹲下身来，紧紧地抱住林婉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贪财把你卷进来。婉晴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我们心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被击溃了。我任由他的眼泪砸在我的手臂上。陶田看着林婉晴崩溃，他也蹲坐在艾诺的身边，放声大哭了起来。差不多行了，现在哭还有什么用吗？一个白色头发的男生发话了，与其哭等死，不如好好查查真相，早点出去。我记得这个男生，他一头白发，十分扎眼，而且他是除了我和林婉晴外，唯一一个听完学校广播后没有崩溃的人。他看起来十分冷静，说着他走到了推车旁边，踢了一脚推车，推车向前滚了一小段距离，先前昏迷的那个死者的手从推车上砸下来，一个银色的拉链从他的手中掉了出来，拉链清脆的掉落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掉了下来？这是个拉链，怎么有个拉链？是不是凶手的？凶手是穿有拉链衣服的人吗？该不会凶手就在我们里面吧？大家开始纷纷议论。我则是扫了一眼在场所有人的衣服，除了林婉晴和陶田，一个穿着毛衣，一个穿着卫衣，其他人的外套上都有拉链。这样吧，除了2个衣服上没有拉链的人，其他人都把衣服脱下来交给身边的人检查拉链在不在。听完我的话，大家纷纷脱下了外套，把拉链展示给大家看。可有一个人听到这个话，自始至终都没有行动。最后面那个白色衣服的，你的拉链呢？你的拉链呢？那人不回应我的话，而是身旁的男人帮他回答的。他的外套上并没有拉链。此话一出，大家纷纷走远，仿佛那个男生就是凶手。你衣服的拉链呢？我提高声音再问了一遍。这次他回答了，拉链今天早上掉了，在宿舍里，人不是我杀的。不是？怎么这妖巧？你说掉了就掉了，说不定人就是你杀的，就是在开脱。大家纷纷开始指责他，有几人攥紧拳头那架势，感觉马上就要打起来。既然他说自己的拉链掉了，那就去看看吧，别冤枉了好人，也别放过坏人。林婉晴看局面要变得不受控制，主动站出来维稳。那就去看看呗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冤枉了你。就是，我看你跑不跑得了。大家虽然嘴上不饶人，但脚还是很诚实，已经开始往宿舍走了。10分钟后宿舍到了，这就是我的宿舍。拉链真的里面？那你开门啊。男人颤颤巍巍地打开宿舍门，然后走到桌子前，果不其然，一个银色的拉链放在桌面上。你看吧，我就说我没有撒谎，凶手不是我。这个意思是我们现在又没有线索了吗？我们彻底出不去了是不是？哈哈哈，不查了，等死喽。大家开始泄气发疯，场面十分混乱。与其被杀死，那还不如我自己死，跳下去就完了。大家冷静一点，不要泄气，找到证据就能出去了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打鸡血的话没什么用，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。我有话要说。陶田站在林婉晴身边低声嘀咕着，你说别怕。林婉晴小声安慰着陶田。我想起来了一件事，昨天我和艾诺来学校的时候，另外一队人也来了，就是那个白色头发的男的和另外一个死了的。我好像看到白发男穿了一件外套，外套上就有一样的拉链，但他今天好像穿的不是那件衣服。你刚才怎么不说呀？你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该不会是一伙的吧？你为什么现在才说？因为刚刚大家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，我说出来好像在帮他开脱。陶田低下头默不作声。好了，现在抱怨有什么用吗？当务之急不是找到凶手吗？对，出来对质。他人呢？他刚刚还在这里呀。怎么回事？该不会他就是凶手吧？我往四周环视了一圈，白发男真的不见了。你们谁认识他？我提高声音问道。他不是和死了的眼镜男是一起的吗？谁会认识他？他该不会怕被我们发现自己跑了吧？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白发男的去向。应该不会，广播当时说只要找到凶手就能出去。如果他真是凶手，按理说校门已经打开了，现在我们只要去看看就知道。林婉晴一边说一边带着陶田往外走。校门真的开了吗？我带着疑惑跟着大家向大门走去，总觉得这一切不是这么简单。果然如我所料，校门依旧紧闭，只不过经历了上次的教训，这次没有人再往门上爬了。什么意思？门怎么还没开？凶手还在我们当中是吗？那白发男去哪了？我怎么感觉这里越来越恐怖了？白发男该不会也死了吧？
我们立刻就去往了之前的仓库，果然白发男就在那里，只不过他是躺着的，身旁还有一把锤子，锤子上沾满了血迹，一股不好的预感从我的心底冒出。我慢慢走向白发男，只见一条条鲜血从白发男的后脑勺流出，把他白色的头发染成了鲜红色。又死了呀！我就说吧，就是不想让我出去，这个把戏都玩烂了，要么失踪，要么死，我到底能不能出去啊？几个人一边埋怨，一边用脚踢着仓库里的东西，仿佛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场面，习惯了面对死亡。只有陶田依旧瑟瑟发抖。这个锤子，婉晴，这个锤子怎么了？刚才这把锤子不在这里。什么？我确定，刚才我们在这里时，这把锤子并不在这里。而且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白发男是躺着的，而他的伤口在后面？想要通过锤子把一个人砸死，那么力气一定很大。由于力的作用，白发男应该像前2个死者一样，面朝地，伤口朝上。那就是说，白发男被攻击后还有意识，并没有立刻晕倒。我不清楚，但我觉得他的死没有那么简单。而且那个拉链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也没有弄明白。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林婉晴的话，死都死了，那就去他的房间看看呗。只要衣服在，拉链不在，那就说明人就是他杀的。另外一个人站在门口大声嚷嚷着，对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对，就是好，那我先在他们身上找找钥匙。说着我就蹲了下去，心里一边默念无意冒犯，无意冒犯，无意冒犯，一边挨个摸口袋找钥匙。可白发男身上并没有钥匙。对了，他和眼镜男一起的，说不定钥匙在眼镜男那边。果不其然，我在眼镜男的口袋里找到了钥匙。青叶，你也摸摸看艾诺身上吧，一起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我点点头，朝着艾诺一去。他的衣服已经被血迹染红了，我忍着恶心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里，有东西。我把从艾诺内搭口袋里的纸条拿了出来，皱巴巴的纸条已经沾满了血迹，纸条上的字歪七扭八，有大有小，一大块墨水在纸条左边晕染开来，但好在字还是能看得清楚的。纸条上写着，如果你想出去，明早6点到2楼画室和我见面。意思是有人约艾诺出去见面的，见面过程中他被袭击了。那到底是谁约的艾诺呢？我把纸条攥在手心没有声张，钥匙我已经拿到了，我们现在就去他的房间看看。但是由于刚才接二连三发生命案，我建议这次大家排队前往，女生在前面，男生在后面。行，就这样大家又一次前往了宿舍。30分钟后，我们找到了白发男的宿舍，我拿出钥匙打开了白发男宿舍的门，心里十分忐忑，因为每一次开门准没好事。推开门开灯后，映入眼帘的场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房间的两边立着各式各样的人体模型，这些模型看起来是用作展示人体结构的。模型的大脑、血管、脏器、肌肉组织全都做得十分逼真，换成平时正常人估计都会被吓一跳，更何况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些抓马经历，一联想更是让人头皮发麻，不寒而栗。看样子白发男要么是个医生，要么是个疯狂的医学痴。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有关医学的书籍，外科、内科、牙科、骨科、神经科，应有尽有，就连工具也非常齐全，就连手术钳都有，吊瓶、盐水、血袋也是一个没有落下。可是经过一番搜查，他的房间除了这些模型外奇怪外，在他的房间里就再也没有发现别的异常，更别说证据了，别说拉链了，连衣服都没有找到，看来没有可疑的东西啊。走吧，我可不想待在这里。林婉晴拉了拉我的衣角，催促我快点离开。我当然理解她的感受，被一群如此逼真的人体模型所包围，换成谁都不会舒服。我早就想离开了，我从刚进门的那一刻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房间时，我的背后传来一阵寒流，我猛地一回头，那些标本模型像是获得了生命一样，纷纷把目光聚焦在了我的身上，那眼神好像在说你要去哪啊！我吓得大叫一声，差点瘫倒在地上，还好林婉晴扶住了我。怎么了？我闭上眼，晃了晃脑袋，又重新睁开了眼。所有人偶只是目光呆滞地注视着前方，而突然感到的凉意也只不过是窗外吹进来了一丝冷风，没什么。我好像出现幻觉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又搜查到了深夜，可一直都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，忙活了一整天。现在又是深夜，我感到强烈的困意袭来。我和林婉晴各自道别后就回到了宿舍内，我连洗漱的心情都没有，一进房间就躺在了床上。经历了一天的大风大浪，身心早就疲惫不堪，只是想要活着逃出去的心一直在促使着我不断行动着。直到躺在床上放松身体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累。一整天的疲倦顿时涌入了大脑，让我忘记了目前的处境，直接昏睡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时，天依然是黑的。我看了一眼时间，凌晨2点43分，我被尿意从睡梦中拉了出来罢了。我迷迷糊糊地打开门，在走廊上慢吞吞地走着，脑中回忆着离这里最近的卫生间在哪。就在此时，一只手冷不丁地搭上我的肩膀。为什么要杀我？阴森的声音从我的左耳边响起，我颤颤巍巍地扭过头，在一片漆黑中，我隐约看到了对方那张被白发掩盖了一半的脸。我连惊叫都忘了，只是一把推开他，然后狂奔起来。我冲进房间，锁上门，打开了灯，把房间里能被移动的东西全部移到了门前。做完所有事情后，我气喘吁吁地瘫坐在地上，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不敢相信死去的白发男突然复活了。可是衬衫的肩头上的血迹却在十分醒目地提醒我，我确实遇到了白发男。咚咚咚咚咚，我正在努力给自己洗脑破啊，可门外传来的敲门声却不断地让我认清现实。我不知道自己除了祈祷还能做什么。敲门声只持续了几分钟后就停下了，可我还是吓得没回魂。我就这样开着灯坐在地上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
我把晚上发生的这一切告诉给了其他人。你疯了！所有人几乎都是这么回答我的。轻话，好好休息吧。之前在他的房间时，你不是也看到过幻觉吗？就连林婉晴也认为诈尸闹鬼啊什么的，实在是太荒唐了。我看着仓库里的3具尸体，逐渐怀疑起了自己。也许我真的疯了吧？我觉得大家可以相信顾青叶的话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这时候唯一相信我的人居然是他。大家看他肩上的血迹。陶田指了指我被血染红的白衬衣，这足以证明顾青叶遇到的事情不假。我们出去说吧。陶田示意我们往外走，然后重重地锁住了仓库的门。如果昨天你遇到的真的是白发男，那么他可能还活着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。也许我们之前调查的过程中还有重要的证据遗漏了。我努力回想起昨晚的场面，我十分笃定我确实看见了白发男。在陶田的建议下，我们对艾诺、眼镜男、白发男的宿舍又进行了一次搜查。这次我们有了全新的发现，在眼镜男的房间里，我们也发现了一张纸条，纸条的字迹和艾诺身上发现的一样。可奇怪的是，那人约眼镜男见面的时间却是早上5点40，比艾诺晚了20分钟，真奇怪。按照纸条上的时间，凶手应该是先约见了眼镜男，然后才见到了艾诺。可是为什么艾诺死在了眼镜男之前？林婉晴看着纸条提出了她的疑问，这也正是我的疑惑之处。紧接着我们又搜查了白发男的房间，这间房间还是那么瘆人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更仔细一点搜查。如果白发男是装死，那我觉得他极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如果他是凶手，房间里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。对，我同意顾青叶的说法，我也同意，我赞同。大家纷纷附和着我的话，然后开始了寻找。一声惊叫后，我听见了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东西倒在了地上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只见陶田躺在了地上，后脑勺流出了一大片血迹，在他的身旁，之前用来挂血包的架子倒在地上。陶田，你没事吧？听到动静，林婉晴立刻跑到了他的身边。没事，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，我不小心踩到这个架子摔倒了。我看着满地的血和满身血迹的陶田，我恍然大悟。大家听我说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，只是有一个线索我需要大家陪我一起去验证。什么呀？你快说吧，别卖关子了。大家跟着我去仓库。说完，我带着一大群人赶往了仓库。这一切的幕后真凶就是装死的白发男。现在只要看看白发男是不是左撇子，以及他的手上是不是有颜料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我冲进仓库内，抓起了白发男的手，果不其然，他左手中指上有茧子，左手手肘处有黑黑的颜料。别装了，你的手还有温度，你压根没死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踢了踢躺在地上的白发男，下一秒白发男睁开了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知道我是凶手又怎么样？还原不了案发过程，你们还是出不去。你那么笃定我还原不了吗？人全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你们别想出去了。白发男疯了似的仰天大笑，笑声疯狂又嘲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眼镜男应该是你的搭档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先给他写信，而先死的是艾诺。你用画室里的画笔和颜料写信，由于当时天还没亮，光线太暗，你自己都没有注意到颜料沾到手肘，然后留在了信上。送出信后，你在画室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。眼镜男准时赴约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说服利他，于是你们两个一起合伙，用锤子砸死了艾诺。你们也知道艾诺的尸体迟早会被发现，为了给眼镜男摆脱嫌疑，你用宿舍里的血包制造了眼镜男受伤的场景，这样眼镜男就从凶手变成了受害者。后来你看眼镜男被我们发现并且藏在了教室里，你害怕事情暴露，于是就让眼镜男把艾诺的尸体运到仓库。你答应眼镜男，只要他和艾诺一起躲在仓库里，你就能保证他们不被发现，最后逃出升天。可怜的眼镜男无比相信你的话，而你从始至终都拿他当工具人。你在仓库里偷袭了眼镜男，由于你太过紧张，你甚至没有发现自己的拉链被他扯掉了。等你反应过来时，我们已经发现了眼镜男失踪，于是你回到宿舍换了一件外套。你换好外套赶到仓库时，我们已经聚集在仓库里了。你假装安慰我们，实则是想要找到丢失的那个拉链。可你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你那一脚，彻底暴露了拉链这个线索。这下你彻底慌乱了，你害怕你自己就此暴露，于是乎你又开始扮演被袭击的把戏，想要这样逃脱嫌疑。不得不说你很聪明，也很成功。如果你昨天没有诈尸，我们还不一定会怀疑你假死。只不过我没有想通，你为什么要诈尸？白发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面部表情开始变得狰狞，最后转化成愤怒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不告诉你，我们一起死吧！说着，白发男抡起地上的锤子就向我跑来。我立刻转身关上门，逃到了仓库外，惊得一身冷汗。只差一点点，就那么0.5秒，那个锤子就要落在了我的脑袋上。各位玩家，游戏结束！各位玩家，游戏结束！各位玩家，游戏结束！我还处在惊恐之中，学校的广播响起了，我立刻条件反射拉着林婉晴的手就往外跑。这一次我们真的逃出升天了。逃出学校大门以后，我拉着她跑了很久很久，直到浑身的力气都用尽，我才停了下来。我看着大马路上的车来车往，我紧紧地抱着林婉晴，任由眼泪直流。我们站在马路上冷静了很久，最后我们决定到警局报警。警方接到了我们的报案信息后立刻出警，可当警方赶到学校时，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。死掉的艾诺、眼镜男全都不见了。经过警方的技术勘查，校园里没有任何杀人的痕迹。警方从宿舍里拿到了我和林婉晴的手机，交给了我。手机交给我们后不到1分钟，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：您尾号7799卡，4月7日12点11银行卡汇入15万元，汇款人陶田，逃出升天。原来答案早就摆在我眼前了。